家来到拜托 ATM， 大家好，我是未来银行行长胡瓜，我是乡里 Sandra。未来银行里面很多现金，各位用智慧来提款啊，最近提了不少款，就是了。对呀，对，好，今天主题是什么呢？今天是妙手回春的神医师们。哇，今天最有钱就是第一做第一做你医生，第二嘛做医生，第三嘛做医生。哦，恭喜医东医生。生，他说第一北兵，第二做医生啊。 OK， 那医生都来到我们现场，昨天介绍黄怡婷，你好。医师好。大家好，我是黄医师，哎，请问您做的是？我是做生发植发医师。哦，植发医生。很重要哎我。常常有个问题啊，植发为什么不能把腋下没有用的毛，或者这里没有用的毛植上去呢因为那个？卷曲度呢，跟那个长度卷呢，养没关系起来比较难养吧？不是卷没关系，就像烫过发就好了。还是有点不一样吧？对，那你自己还是要用自己的头发去弄，那请问有长成什么？其实我有做过啊，我曾经就是帮客户取胡子、腋毛，我都有取过，啊，有成功吗？有成功。哎呦，那我就开始有兴趣了。你问的太早吧？你现在根本没有那个问题可能就不用烫吧？头发。不是啊，没有用的毛每天还要剪，那么茂盛，该茂盛不茂盛？鼻毛也可鼻毛也以啊。茂盛啊，对啊，对啊。但鼻毛可以过滤空气，哦它有鼻毛很它有重要。功能。他是做植发，他先生就是隔壁这一位，他做不是做做壮阳啊，不是？不是。赖幸福你好，医师好。大家好，我是赖幸福中医师。赖医师做的是对，就是中药，像我们调理，尤其是失眠啊、月经失调，哦都蛮常见的。是，所以你看中西医现在讲究的修肠胃的啊，对，一定大家肠胃都不好，是啊，一定不好。对，失现代人眠一定不好，对。对不对？或者是房事不顺利的啊，对，压力他大，不是壮阳医师啊，一直肝气郁结，对，壮阳也是讲说，壮阳是旁边这位我是天生。江副院长，江副院长啊，他是敏盛副院长，对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对对。好。其实大家对他也不陌生，TVB 常常可以看到他。没错。其实主持那个医疗节目《生活好评先后大家喜欢。是现在要主推什么？你在副院长哦，没有，现在主推的是乳癌的治疗啦。哦哦，因为其实现在我们在台湾虽然是民智已开哦，不像以前的年代，以前会看到很多的阿嬷，因为以前的阿嬷他们比较保守一点嘛，所以他们乳房不想要给别人看，所以有时候有毛病都会拖很久。但是你不敢相信哦，即使在现在，我们还是会看到那种50几岁的那个妇女，她一样把她乳房放到烂掉才来找我们。然后我们每次问他们的时候，他们都是有带2个原因的啊，一个就是怕打化疗，他们觉得治疗癌症就是会被打化疗，头发会掉光啊；第二个就是怕开刀，因为开完刀之后他们就怕自己没有乳房了。结果我2个条件我们都满足了，因为现在有很好的口服药，他吃了3个月之后肿瘤就缩得非常小。后来我们帮他开刀，我们用内视镜帮他开，乳房也直接帮他重建好，所以他怕的事情全部都没有发生了哈。所以我说，现在真的告诉大家，乳癌的治疗非常的进步了哦。接下来介绍的这位，哇，这是何医师，你好，大家好。对，我们有一本新的书啊，是比较科普类的，因为我知道就是说很多人他们就像主持人对于这个冻卵刚开始的时候还没有去接触的时候，都会心里会害怕，所以我们就有一个比较科普类介绍大家，就是说怎么样来认识有关于这个生育的问题，包括就是说从你一开始怎么样认识你自己的身体有没有问题。有没有不如孕难孕的问题，然后一直到有哪些治疗可以做啊？那我们的书里面呢分成10章啊，这个是我的书啊，是商周帮我出版的啊，我也顺便来推荐给我们的好朋友啊，大家来参考一下。那谢谢何医师，接下来介绍陈立哲，你好，院长好，你是中医师，今天有书要宣传一下，哇，写书了，对，这是我最新出版的一本书，叫《慢慢瘦才最快》。对，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包括在座很多的医师，其实我相信大家都有很多的减重经验。对，其实来我这边减重的病人，其实我觉得他们尝试过各式各样的减重经验，我会发现他们总是在做一件好像不能长期做到的事情。我觉得这方法不错，我那个朋友说这方法很棒，我可能第1个礼拜、2个礼拜瘦得好快，很有自信，可是总是没有办法走到终点。对，所以慢慢瘦才最快的意思是说，这个快是指怎么样达到终点，找到适合你的减重方式。你看江坤俊减肥到现在没复胖过，我要保持善良的心也可以。对，善良的心。他刚来医师好那时候多胖啊，真的有胖过，现在都有拼哦那时候。对啊。什么意思？我们行长现在已经非常的那时候跟那时候的瓜哥啊，那些医师对我都很好，那你不舒服的马上带我去药房买药。来欢迎一位，介绍我们超人气新闻主播黄盛凯主播，欢迎。哇。社会科补教名师陈启鹏老师，大家好。
好，马上进行我们第一轮存款争夺赛。我们请香妮来讲解规则。好，这一回合呢，银行金库准备了5万元，抢答之后轮流作答，一个答案答对就是2000元，5万元要抢完为止哦。好，我们请抢答才能按铃了哈。第一回合是由我们的黄胜凯主播举圈或插，Sandra请出题。生病去医院看医生，皮皮唰。根据网络的调查，网友到医疗院所就诊的10大担忧有哪些？请抢答。来，王医师。我觉得是一开始到觉得停车位难找。停车位难找，对或错？有。这个有啊。这个有吗？可是我们北医什么都会有停车位哦，对，但有时候会怕停满，然后会不会延迟，然后心理压力就很大。南山就没有啊？对，南山没有，南山都坐电车了，对，或者直接坐在对面。对或错？有，对了。来，请加2000。来，赖医师。等太久。对。来，请加2000。好。杨医师。我觉得外科医师其实之前有报一些新闻嘛，就是怕开错刀啦。来。请加2000，我是左眼近视，也有开到右眼镜，对，开错刀这种事情有啊，分心啊。对，所以现在我们都是要那个病人辨识都要三读，就是在病房要1次，进到开刀房又要1次，对，下刀前麻醉科医师又要再确认1次，我们开刀房又要再确认1次，对啊，就是怕那个像电影一样，那个脚的牌子被人换过。哇塞，或是有流东西在里面这样。流东西是有，可能那纱布什么的。对。但是以前，现在也不会。然后有时候真的不能怪我们医生，我常常在讲不要随便告医生，因为我们很辛苦，另外也没有赚到很多钱。因为以前我们开刀在数那个开刀的时候，里面有很多血嘛，你看到之后，有时候那个纱布，你拆了100-200块，那你说那个纱布又小小的，那个肠子里面塞，有时候根本找不到。对啊，所以现在都是你要关伤口之前又要再数1次，你上了多少纱布就有多少纱布出。对啊，反正不能分心了。对啦，而且现在还有防3年的，有3年的，对不对？一片7000块啊。你那个是比较劣质的，我有比较好的，下来节目再跟你讲。7000块也叫劣质哦，哇塞！什么叫敛财？来，请医师。好，延续刚刚讲的，怕开错刀，那在门诊的时候也怕拿错药。恭喜2000，这个我很佩服啊！每次都到大医院，你进台大那个领药的地方，就像鼎泰丰包饺子一样，没错，玻璃都看得到嘛。对，人忙进忙出那么多药，我心里想，你们这么多药不会弄错吗？那所以他们还会再跟你确认1次，对，说发药的时候都，然后再跟你看一下对一下，他们还会再做，好像也是很多关呐，真的很厉害啊，真的很厉害。辛苦大家。陈医师。因为讲到皮皮串嘛，对不对？那我们应该最怕的应该是去被医生宣判你得了什么很恐怖的疾病，被宣判死刑。就是比如说你上礼拜切片，现在要宣判结果是不是癌症之类的啦？对我说，对。来，请加2000，王医师。好，那有一个是我私下也很常被问的，就是我到医院不知道要挂哪一科。挂哪一科？对，比如说我现在背痛，那我到底是要挂骨科呢，还是胸腔外科？是复健科之类的。对。好，对或错？来，请加2000。所以为什么要有加医科？加医科就是把你分类的。对，有加医科，我这里痛，我不知道看哪一科。那先帮你大概的处理一下。来，接下来赖医师。像我们到医院，其实原本是看病，最怕被护士或者咨询师推销。比如说去微风14楼，原本只是冻个卵，结果就买了一套疗程这样子。不会，那没有疗程，没有疗程，举例，这个太实要和气啊，和气生财。你们是有什么恩怨？以欲失义。对或错？对。来，请加2000。来，江医师。最怕护理人员有时候会因为工作忙嘛，我觉得有时候就是病人会说什么时候轮到我，会一直进来问啊。对。那护士就会觉得说不是跟你讲要大概等多久吗？一直问，有时候护士的口气会忙起来会比较不好，会怕护士凶啦。而且那护士都有一点年纪的。不一定啊。那等于是士官长一样，那个连医师都怕他。对。你猛靠蛋来，他给你照。有，我觉得好像就是。对，因为他看着我们从小，我们是从住院医师开始。对吗？对啊，我们是住院医师，他可能已经护士好几年了。对。那我们长大之后，他还是把我们当小孩子看待。对啊。大医师嘛，大医院最多这种，对，你还要想把它
讨好才行。可是他们都很好，我觉得他们都很 nice。他们有时候真的看到老人家什么长辈了，对。哎，请对我说。答对。哎，请加2000。何医师，哎，不要把那件事放在心上啊。我现在也要讲的就有点也是医师的部分了哈。哎，护士怕被护士凶嘛啊，那医师的话也怕医师你跟他讲，他3分钟就把你看完了，啊，没耐心。哎，请加2000。陈医师，那我就猜猜看。对，我觉得可能病人去诊所也会害怕被其他病人感染疾病。没有在里面，没有在里面。哇，最后一个答案很难哦。来，黄医师。那我说我自己最怕的好了，我自己比较怕痛，所以我可能会担心做治疗会不会疼痛。也没有在里面，也没有在里面。来，赖医师。我刚刚讲到我刚才讲话有点失言，所以要讲一个，就是怕去医院挂不到想看的医师，譬如说到了14楼挂不到何医师和副院长的这个话挂不到，有挽救到吗？对，这到底怎么回事？他们2个接，但是事实上大部分都是挂不到我的。何医师想，你一直弄我，你千万不要来冻卵，我告诉你。来对我说。也不在里面啊，江医师要你来解决哦。我大概知道一个了哈，因为刚才就是等下，因为像我们医生除了，比如说像我们外科医师嘛哈，有的时候会有急诊刀，有时候我们明明是门诊的时间啊，哎，可是你楼上的病人有出什么状况的时候，就要去开急诊刀，病人有时候会很担心，就是医生看到一半突然跑去开刀或是去开会，就是这个就不知道等多久了，就不知道等多久了，我觉得会担心这种事情。恭喜哦！副院长就是副院长了，来加2000。好，接下来这个题目呢是由陈启鹏教授来举圈或叉了。下面题，Sandra请出题。中国的医术源远流长，医书的著作呢功不可没。请问中国古代有哪些知名的医书流传至今？请抢答。何医师，哎。你不会讲你这本书吧？哎，不是，我这个如果能够印证这本书，对，将来一定流传后世啊！哈，对。哎，我讲一个最早的医书了哈，就《黄帝内经》，就大家都有听过，一定有的嘛。《黄帝内经》对或错？答对了。好，请加2000。我就讲一个，我们中医应该算是非常大家熟悉，叫《伤寒杂病论》。答对了。也有的，请加2000。伤寒杂病论是哪位神医？他是那个东汉的名医张仲景。张仲景。对，那张仲景就是因为他那时候东汉末年好几次的大瘟疫，连他家族的人都有7/10死在瘟疫之中，所以他才会去总结这些治疗的经验，来写成这本《伤寒杂病论》。黄医师，好，那我说一个，据说是中医系大一都要念的是汤头歌吗？没有吧？答对了。你为什么等那么久？可以。应该少个字，有汤头歌诀，它有汤头歌诀是可以的啦。对，那我只是在想说汤头歌的话可不可以少一个字？我觉得应该也可以了。是啊，因为我老公中医嘛，有听说，感觉好像大一就要背，对不对？对，没错。歌诀就是把这个方药，一个方复方里面有好多味药，那你就把它全部串成一些联想谐音字，这样记得比较清楚。帮忙你背就对了，帮忙有一点像对快速背啦。哦，了解。好，来感情还不错，还有在聊天呢。有。没想到这时候用老婆那边先加2000。汤头歌诀来。那意思是最有名的《本草纲目》，答对了。来，请加2000。江医师真的有点难的哈，不过我知道有一本，因为我以前很喜欢看武侠小说，《金瓶梅》对不对？不是医书哦。我想他会看这个。针灸甲午经啊，针灸甲午经对或错？答对了，它是现在现存最早的一本针灸专著。何医师。好。刚刚有讲到《本草纲目》，那它的前身其实有一个叫《神农本草经》，是吧？神农本草经对或错？答对了。好的。来，请加2000。那我就继续讲本草系列的《本草拾遗》。答对了。来，请加2000。本草拾遗其实也就是从那个
神农本草经延续下来，那其实历朝历代都有增补。那这本本草拾遗呢，它也就是补充前面本草类的书籍所不足的地方，然后加以汇编这样子。接下来又轮到黄医师啦。好，那我来说一个也是基本的，应该叫做52药方。52药方对或错？答对了。哇，这本书比较特别，因为它是从墓里面挖出来的。对，就是在东汉的马王堆里面挖出一堆的医书，那其中就有这个52病方。那里头呢比较特别的是，他们已经记载了当时用手术来割痔疮的方法。那时候就敢这样割了。没有麻醉药的情况下，所以病人必须要很辛苦忍痛，要咬毛巾。对，那割完之后呢，他们会把人倒掉，那以防脱肛。那万一如果是说实在肛门调不回去的话，他们会泼一盆冷水，因为人一被泼冷水，对，缩一下，然后就回来了。接下来加2千。那意思，然后听到这么恐怖，我突然想到一本书，叫做《洗冤录》。这一本就是古代的法医集结大成，因为一开始还对解剖没有很有概念，就从这个尸体，那法医的话最常接触到身体，所以就会开始了我们中国对人体解剖的一个进程。那就是不是叫法医，叫仵作。对，仵作。仵作验尸嘛。那精神感，这个是中毒的，你看都发黑了。来，对我说，答对了。这本书也被誉为是世界最古的法医学著作。来加2千。江医师，我怎么觉得这一题对我有点不公平？我是西医耶，可以的，考古学。我记得我有看过一本叫做《难经》。答对了。这本《难经》呢是针对《黄帝内经》的疑难来加以阐述的一本书。里头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它提供了5行。我们在中医里面有提到说金木水火土如何相生相克，那也就是在这本书里面有提到。非常难读，好厉害。加2千1万喽，破万喽。有意思。哇，还有1万哦，还有5位名额，难的都被你讲完了。那我们就换一个角度哈，有一个好像叫做类似像百科全书的，叫做《千金药方》。答对了。你真的有千金药？对，那这一本书就是唐代的药王孙思邈所作。对，那它里头收集了很多的药方，那也就是被誉为是唐代以前最完整的药方著作。来加2千。破万喽。意思讲个也是蛮简单的，是我们讲的《灵书》跟《素问》，这2本书。答对了。好厉害。对，做中医师啊。对，那个江医师讲完才厉害，那西医根本听到还是很强。我也不知道他哪里偷来答案。还请加2千。来，请说。那个《黄帝内经》后来失传了，但是后来就被分为2本书，那一本书就叫做《灵书》，那一本书就叫做《素问》。那所以它其实2本其实是源于同一本书。对，好，谢谢黄医师。好。我想一下，还有3个名额。我在我们家看过有一本好像叫做《脉经》吗？答对了。每天我都在看，所以他应该。你们俩夫妻很好，床上也谈论这个些。放在一边把脉。亲爱的，你看《脉经》，今天适不适合？适不适合什么？那就来着床吧。来，请加2千。《脉经》要解说吗？那《脉经》是晋朝的名医王叔和所作。那它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它整理了张仲景的里面的理论。然后第2个是，它是在中国里面最早讲求脉法，就是我们中医不是常常把脉吗？其实都是从它开始。太厉害了。好，赖医师剩2个名额了。好，刚刚那个黄医师有说，我常常看那个汤头歌诀，是从大一就开始看。另外一本就是《本草备药》。它是汪昂所著作的，它主要就是介绍每一个中药的性味归经。刚才有说《神农本草经》嘛，那《本草备药》它就更具体，那你在用药的时候可以更精。叫做《本草备药》。对，我说
答对了。来，请加2000。破万了。好，我们直接跳过江医师。西也是可以的，好不好？梦里又有。我有一个答案，我开始很怕被他讲掉，因为这再被他讲掉我就没有了。是最后一个哦。金匮要略，哇，答对了！这本书其实是《伤寒杂病论》延续下来，后来分成2本书，一本书叫做《伤寒论》，另外一本就是《金匮要略》。那江医师还知道，真的是不容易，没有了，太厉害了！不要再轮到我，我也不知道他哪里偷来的。博览群书，小时候爱读书哦。请加2000。哎，5万都领光了，好。这个当然有很多书可以介绍的哦。来，我们先宣布他们的奖金。好，目前黄医师1万，赖医师1万，江医师12000，何医师1万，陈医师8000。哎，那接下来进行我们下一回合，赢者全拿。请向你来讲赢者全拿的规则。这回合呢，同时作答 A、B 2个选项，答对的累计奖金1个人代表1000元，答错的此轮淘汰。每一轮最后剩下的那位可以把账户所有的钱灌给自己，赢者全拿。总共进行3轮，第1轮第1题，请出题。日本调查1000位长寿老人，请问他们可以健康长寿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A. 饮食多样性高。B. 少量多餐，请作答。A 或 B？ 饮食多样哦，赖医师请说。因为饮食多样性，就像我们如果都只吃蛋白质或只吃淀粉的话，营养会不够。可是每一个细胞它需要各种养分去滋养它，所以我觉得饮食多样性。然后少量多餐的话，我觉得少量多餐其实会一直刺激你的那个胰岛素会分泌一直增高，造成你血糖少量多餐不是稳定血糖，反而会波动，一直波动。你一旦吃下去之后，你的血糖就增高。所以你每吃一点，其实反而。可是我听人家讲说，因为你不能饿太久再吃，你血糖波动会太大。江医师是不是这样？当然了，那个瓜哥讲的有一部分是对的，就是你少量你都吃很少那个血糖不会是冲太高。但是如果你那个少量吃很快的时候，它可能血糖还是一下冲上去。我们不希望胰岛素一直分泌所以我才说方法都可以，只是看你怎么样实行而已啦。对，所以我说少量多餐，我觉得因为少量多餐其实就跟168有点不大一样啦，所以我觉得它不是长寿的秘诀。重点是牵扯到长寿了。对，长寿我当然觉得就是饮食要多样化，营养要均衡才是长寿最好的方法。正确答案是 A， 饮食的多样性高，而且多样性的饮食有很多优点，不但有肌肉合成各种需要的蛋白质也有抗氧化、抑制发炎的蔬果，然后还有多种营养素，它们会复合成效，然后可以预防肌肉量下降。来，请加5000。一下5000。下面一题，请出题。看中医时常使用针灸疗法，但针灸也有禁忌，请问哪种人不适合针灸 ？A. 失眠的人 ，B. 吃太饱的人。请作答。哇，医师都统一答案，让我们奖金会破产了。这个失眠才要针灸才会恢复嘛，对不对？对，刚刚有说常常失眠的人，就是很多都是头肩颈酸痛，就是要针我们的头皮针。因为吃太饱的人，其实我们针灸最害怕的叫晕针嘛。赖医师你也知道，当我们吃太饱，我们血糖往我们的，应该说我们血糖往我们的肠胃走，这时候你又给他一个针灸，我们气血往其他地方跑，其实我们脑袋就可能缺氧，那可能就会产生属于晕针的状态了。吃太饱，对。正确答案是。第一，吃太饱的人，其实针灸治疗前呢，不宜空腹过饿，吃太多也不适宜哦。没错，就是会晕针。你如果身体过度疲惫的时候，也不宜针灸啊。那如果你以前有晕针过的话呢，你要事先告知医师你有这样的状况哦。那中医针灸呢，当然是可以改善慢性的失眠、跟焦虑、跟忧。因为你是治疗你的焦虑跟交感，对啊，所以用针灸是比较有效。请加5000。好。下1万了，不能再这样，我们会有忧郁症下面一题，请出题。脱下袜子后忍不住猛吸袜子，甚至还觉得很疗愈，请问这样的行为称为什么 ？A. 良性自虐 B. 怪癖障碍。请作答。有不同答案哦。你跟你老婆都不同答案。真的吗？你是故意的吧？是我们要保存一个，一定要。因为其实他常常
complain 我这个啦，我会想要吸一下自信之念。对，我知道我们男生有时候抠香港脚一定要拿来闻啊。香港脚闻太多吧，袜子就算了。No， 香港脚，你都抠到水一定要闻那个味道。拜托。真的，我不是开玩笑的，你挖出来也吃掉。要演的大家都有香港脚。没有，当兵之后很容易有啦，对，都会抠这个脚，说今天是什么味道。所以我觉得这个不是障碍，这个应该是算是一种良性之念。对。这两个名词其实我都没有听过，但是我觉得应该没有到障碍这个地步吧？对吧？障碍好像有点严重了哦。以前有逐臭之夫嘛，对不对？追逐那个臭味，对不对？那太太为什么选 B？ 因为我就觉得，怎么这么奇怪，会有人想要闻这个？因为他一直觉得我有障碍。他之前还有一个理由，你知道怎样？他说：“我们闻这个味道，你就可以去分辨说你现在身体是什么样的状态。”对，真的。你们会不会这样？帮你腋下有汗擦着。没错。这个有痰湿这样子吗？今天吃肉吃太多了。闻完为什么会是享受的感觉啊？因为你味道香的。今天身体很健康。如果是臭，你对哦，今天吃了什么麻辣呢？还是那个咖喱？我真的不知道臭男生会这样你不会？我不会啊。有汗不会闻？不会啊。他可能是在望闻问切的闻嘛。因为乡里都是正妹，都是香的，所以他其实你要观察自己尿的颜色，泡泡多不多，你要观察汗要自己闻。但我不会去喝我的尿啊。我没人喝尿，我没有讲喝尿啊，对不对？所以何医师。我想问题还是在于良性的问题啊！我想这个动作，这是恶性的，恶性的。他认为是怪癖啊，至少是中性而已，不能算是良性。被是判恶性，全判死刑。我们文化只是说，明天还可不可以穿？对，没有太臭，还可以再留一天。太太出国了，剩一个人，就没有管那么多。来，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良性的自虐，其实纯猜。宾州大学心理学家有一个词叫做良性自虐 （benign masochism），那指的是呢，有些人会热衷做一些让自己感到不舒服感觉好像有一点奇怪的行为，可是呢，他这样做完之后，他会干嘛？压力获得释放。比方说闻袜子。或者有时候你吃辣，你明知道会辣到鼻水流出来，可是就会觉得很爽。尤其那个芥末，对，冲到眼泪都飙出来。所以所谓的良性自虐呢，就是你从身体的微微不适中得到精神的抒压，对身心是有健康的。好了，今天应该不会流汗吧？来，3位请到旁边休息。只有我们2个答对，奇怪，因为我们2个性自虐，这2个很爱演。来加2000。好，来，请下面一题。从黑金刚到智慧型手机，科技发展很迅速。请问中国最早的手机是什么 ？A. 烽火台 B. 飞鸽传书。请作答。哎呦，这个到底是哪一个比较早嘞？好。飞鸽传书。2个都错了。我在节目烽火台哦，对，我节目中还讲过嘛，对不对？妲己啊，一个连一个，纣王，妲己，所以在妲己之前没有人养鸽子，不是？妲己不是都不笑吗？对啊，纣王为了逗她开笑，就点烽火台。我知道这个东西啊。对，后来他就拍成手机广告了。哦，这样子，对，真的，太少。我在中国大陆看过这个手机广告，蛮有创意的。可是我看过北京人养鸽子，北京人没有。鸽子常常飞到一半就被人家拿来煮了。养鸽子，我只在想到底谁比较早而已。没有，这是我没有说对错，我只是说看过这个广告。OK， 来，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 A 烽火台。大家把手机想成传递讯息，所以中国古代最早传递军情设计的通信系统呢，就是烽火台啦。如果我这边看到有敌人侵犯，或是前后的烽火台燃起狼烟，我马上就会放，然后这样一个传一个，我就知道国家是不是有危险的。那虽然呢，烽火台的尺寸跟我们现在用的手机差很多，速度也差很多，但是性质上来讲的话，真的是我们最早的手机传达。来，3位请到这里来。那这一轮没有人拿走哦。12000还是留着第一轮呢？下一轮得胜的会直接累积进去。OK， 赢者全拿嘛。第2轮请出题。男生最怕秃，请问关于雄性秃的叙述何者正确 ？A. 女生也会雄性秃 B. 都是遗传跟压力无关。请作答。
只有一个人选，都是遗传，跟压力无关啊。赖医师，请说。而且选的跟老婆不一样啊。对啊，你按 B 啊，夫妻不和啊。不是啊，你的意思你想按 A 按到 B 上？对，手残，因为他都有跟我讲，他说在讲都没有。女生我先过去罚坐了啦，我先过去罚坐。没关系，先等一下。那 A 的黄医师，请讲。啊，当然我们男生女生都会有雄性秃，那主要呢，女生里面。也很常见，除了是先天基因遗传，有些女生会后天哦，像是我们多囊性卵巢啊，就会引发我们就是自发性的女性雄性秃。正确答案是 A， 女生也会雄性秃哦。好，来，请到休息一下。我其实蛮想做做看的，预算价，还加4000，16000。下面一题，请出题。长得好看的人，声音也比较好听。根据宾州大学研究，主要原因是什么 ？A. 脸部比较对称 ；B. 鼻子比较坚挺。请作答。作答。这会儿换江医师，你一个人选。只有我自己啊。是。那不见得错啊，来，请说。我是因为想要一次把他们都干掉，对不对？奖金的道理赚不赚？原来是这样。没有啊，因为总是要声音比较好听，就是共鸣嘛。对啊，你鼻子比较坚挺，感觉它共鸣的位置好像好一点点哦。我感觉是这样啊。来，陈医师一样啊，就是如果对称它因为共鸣口腔更大嘛，更完整嘛，所以我想说那2选1，那我就选。他也可以脸很尖，可是对称啊。对啊，他没有说脸要不要大。何医师有什么见解？因为我们的脸部里面有很多所谓叫做鼻窦，鼻窦其实我们侧面这里也都是，所以你如果是不对称的话，可能反而会有一些问题出来。所以你选择的是脸部比较对称。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脸部比较对称。美国宾州大学研究团队发现啊，脸部左右对称比较高的一群人呢，同时也被评断为声音比较好听，具有比较高的吸引力。原因是为什么？因为左右对称呢，会涉及头部跟喉部的发声肌肉跟声带组织有没有对称。由于呢，声带也是左右两半的结构，如果它结构长得好的话呢，代表说你整个人的也会比较对称，所以声音好听的人对称上来，是不是脸部对称？当然也是长得比较好看啦。是的。来，江医师请到那边啊！刚才我们以前后面2个字，好热情哦！加3000，现在中西合璧了哈。下面一题，请出题。现在有代孕产子，古代也有借腹生子，哪个朝代也有一个皇帝是由代理孕母所生的 ？A. 宋朝 B. 明朝。请作答。都选明朝哦，这么有自信。明朝我的印象之中好像有一位皇帝，他好像是那个就是乳母跟乳母发生什么关系？要我来讲的话，宋朝有包公啊，狸猫换太子。哇，想到这个。宋了，对啊，太后弄瞎眼都赶外面出来包拯把他救回来了。来，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 A， 宋朝。其实宋真宗的皇后呢，刘娥，因为她没有办法生育，为了巩固她的地位，找来一个长得很漂亮的尼姑李氏来借腹生子。因为按照宋朝的规矩呢，如果是婢女啊，卑女生下的孩子，也可以交给主人来抚养。那时候果然李氏因为长得漂亮嘛，很快就吸引了皇帝的注意。事情之后呢，顺利怀上龙种，然后诞下千古明君宋仁宗。那事后呢，刘娥呢虽然不是她亲生的，但母凭子贵，顺利坐上皇后的位置。而李氏呢，也因为诞下皇子立下功劳，也晋升为才人。是，所以都阵亡。请回来。从头开始哦，回锅了。因为还有最后一轮嘛，你现在奖金累积到19000。所以这轮获胜也就是今天的冠军了啊！第3轮最后一轮，第1题，请出题。便秘真的困扰好多人，请问在欧美哪个食物被誉为通便神器，还能对抗6种癌症 ？A. 香蕉 B. 黑枣。请作答。香蕉还是黑枣？通便神器。请作答。 2个人选 A，3个人选 B。这个我也是那个我患者来跟我讲的，
他说他在国外产的时候，有买一个叫黑枣精。台湾好像没有，就黑枣精好像可以帮助排便，然后又不会影响到孕妇，然后黑枣里面还可以补血补铁。那何医师选香蕉的原因？因为香蕉里面有很多的果胶，那果胶本身就是很容易刺激我们肠胃道蠕动啊，然后促进排便。所以我是根据学理的啦，不过我黑枣比较不熟悉。正确答案是 B 黑枣。那在欧美呢，只要提到黑枣，大家都知道它是通便神器，它可以减少肠道的发炎，增强免疫，还可以有助对抗肺癌、乳癌。其实他自己一句，怎么这样讲解？他偷偷摸摸走过去做的，来，很想坐下。所以呢，不管是新鲜黑枣或是黑枣干，一天3到4颗呢，有益健康，而且还可以增加饱足感，控制血糖，减少氧化的压力，还可以控制体重哦。台湾有在卖吗？好像比较没听说，欧美网购有，网购就有哦。请增加3000，2万2了。下面一题，请出题。中医师指出，不良的情绪会影响并反映在身体外观。请问，脾气暴躁的人会掉落什么毛发呢 ？A. 睫毛 B. 眉毛。请作答。请作答。睡着了。哦，有分不同的答案哦，也就是有人可能拿走奖金。睫毛、眉毛，就是因为我们中讲肝，就是我们的肝气啊，跟眼睛有关系。对，说实话，我就只是选一个我认为离眼睛最近的，对，就是这样子。对，张医生。我一直觉得这个节目对西医不大公平。中医师指出，中医师自己也不太会，中医师自己不太会。我是觉得啦，我日常生活中我看到一些脾气比较暴躁的人，感觉眉毛比较稀疏啊。猜的。很浓密，脾气很好。脾气很好。喂，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 B 眉毛。所以是认为呢，脾气大、情绪紧张的时候，血管受到交感神经的亢奋影响收缩，那长期下来呢，血液循环变差，所以你的眉毛血液循环没有办法到那边嘛，无法获得充分的养分，开始掉落。他都答错，你还问他答错？你是因为中医师嘛。你看他眉毛多浓，他脾气好了。脾气好还是要做一下。对，那 OK。是不是？来加2000，2万4哦。下面一题，请出题。根据国外研究调查发现，父母与孩子有良好的关系，可以降低孩子哪种情况发生的比例 ？A. 霸凌同学 B. 意外怀孕。请作答。这什么啊？讲一大堆落等。而且你还有对手呢，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呢。意外怀孕呐！啊，那医师来请。父母嘛，讲到父母就会觉得跟怀孕有关系，是这样推论。逻辑的部分没有，因为这个大家一般人只会直接选霸凌同学嘛，有良好的关系，家庭环境很好，你就不需要去欺负别人啊，才达到什么成就感啊，对不对？但是因为很常被这种江医师会出一些反推理的东西，这个解释不要太多，万一错的话很尴尬。好，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 B 意外的怀孕。有国外的研究发现呢，青少年阶段哦，如果父母的温暖啊，常跟他们相处的话，其实对人际关系跟沟通啊，都会比较上一层楼哦。那这样的小孩他长大之后，对尼古丁的依赖、药物的滥用或意外怀孕，这样的几率会明显降低。所以父母跟青少年最好要牢固的温暖的关系。那成年初期的时候呢，他就会活得比较健康跟幸福。就是比较正常哦。对，请加2000，2万6。下面一题，请出题。各国逐渐重视儿童权益，请问在马来西亚，若涉及儿童色情物品，最高会判处什么刑 ？A. 200万罚款 B. 30年徒刑与鞭刑6下。请作答。大家选择最重的。对。这个也是要猜吧？猜啊，谁会知道要罚多少钱？因为我们不是马来西亚的。对啊。跟马来西亚好像是蛮严的。对啊，我看到国外有在打人啊，所以我觉得是比。我觉得东南亚对那个贩毒才严格，对，予以死刑，对不对？来，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
B 30年徒刑与鞭刑6下，因为呢，他们那边民风淳朴啊，社会对恋童癖的犯罪了解不多，但是觉得要严加惩治。所以如果有一些有名的人士呢被查获有这些相关的影像的时候呢，他们的媒体的风向也是觉得就应该要严惩。你们已经对了2题，接下来是最后一题了。最后一题如果答对的话，奖金3万，一人分1万5。来，请出题。假期尾声，准备开工却难以早起，请问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帮助调整这种类型的时差 ？A. 起床后去晒太阳 ；B. 暂时不要吃早餐。请作答 ，A 或 B。好，一样。对，这样才可以调回他的那个生理时差。而且我们阳光进入到眼睛之后，大脑才会分泌褪黑，大脑才会抑制分泌褪黑素，才会开始起床。对啊，你暂时不要吃早餐，不是会更回去想睡觉吗？我看到一般都是用睡眠去抵挡饥饿。而且假日那么晚起，本来就没有吃早餐啊。对啊，这个，那你这题一定是江坤俊晋级啦。啊，为什么他也是选 A 不是吗？你基本奖金1万2，他基本奖金1万，2个再加上去，承让。江哥2位太活泼了吧？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 A， 起床后去晒太阳。日本早稻田大学呢研究发现啊，假期的尾声准备开工的时候，大家都会心情有点忧郁，然后又起不来，昏沉沉的。可以怎么调整呢？起床之后赶快晒太阳，重置你的生理时钟，或是赶快吃早餐，因为你吃早餐呢，透过你的食物刺激你体内的生理之后要醒过来哦。还有午觉就不要再睡太久了，30分钟之内就好了。然后当然定期运动。一共是3万块，我们先进账赖医师1万5，另外1万5江医师请入账。对，看起来是江坤俊夺冠，来进入最终决战 Battle ATM。恭喜江医师来2万7的提款卡，请插入未来银行的插卡。好，来打开金库，里面有2万7是您的。好，但是先必须经过密码提示，来出示密码。 2个密码呢，分别是总笔画36画的转骨汤喝太多，或是总笔画33画的一个打10个。转骨汤喝太多，就希望小孩子现在太小会去打一种针嘛，对，打那个停经针，像小朋友的，对，会长高，对不对？那个可能是操之过急。哦，操之过急，没错。揠苗助长，有可能。揠苗助长。对啊，像类似这种成语。对。那这个一个打10个呢？就叶问而已，我只想到叶问。叶问哦，叶问练武奇才。哦，练武奇才。练武奇才。 OK。寡不敌众。武林至尊。 武林至尊33话超过吗？超过，对不对？你会选哪一个？因为我觉得贵节目不大希望人家把钱带走嘛。对，大部分会选。你没有？我们最近6集拿了5集。真的假的？对。我本来想选33的，我觉得比较好写，但是我又觉得好像要倒过来想。好了，转骨汤喝太多了。请锁定转骨汤喝太多，这是他选择题目。一个打10个，到底是哪4个字成语呢？请看。 一什么东西？一负重修哦，一负重修什么意思？一个人讲话，一个师傅啊，一个师傅在那边讲话，其他旁边晋升类似这样子，吵来吵去的，可能吵，一直吵，不用大家教你，你就教不会了。对，请出题。揠苗助长，就你猜的，清楚是不是？用笔来计时开始。揠苗助长，先清楚。1、2、3、4、6、7、8、9、10。 10是10。第二清楚。苗1、2、3、4、5、6、7、8、9。09。听清点。OK， 来，清楚，你不要这样。助，帮助的助，你不要这样，要。1、2、3、4、5、6、7。来，你就没关系，写7。07。第4个清楚啊，不要。清楚。 1、2、3、4、5、6、7、8、08，确认，决定，来停啊！几秒？45秒。你答错的话呢，我们不会告诉你哪个字错。好，你还有15秒可以更改。好，密码10、09、07、08。
对或错？错，你还有15秒，计时开始。揠苗助长，15秒。这是。多补到水说。9、8、7、6、5、4、3，你把它写完。比方他。没错啊，这样写啊。几画？是11画，是不是？好，停。好，你时间已经过了。揠苗的揠是这样写吗？越看越不像哎。对，越看越不像。揠苗助长。密码11090708。对或错？错了，可惜。哎，哪里写错？我们来看正确，你看你的字哦，再看看正确解答来。苗助长是亚寿的，对，里面是12，不是一个甲。你写了11画，不是12啊？没有，我们现在大部分都是打电脑。哦，对，哎，我这看到就认得出来，而且开钥匙打英文嘛。对啊，哦，对。哎，谢谢，我们跟金库说拜拜，请关门。哎，谢谢，到前面。一支笔。有点可惜，差一画，对不对？这个刚刚就你会写那一副重修，会，这个知道真的会。一副重修就是好像你一个师傅在教，后面其他人也在跟着教，七嘴八舌给意见啊。揠苗助长，大家都知道了。对啊，可是现在真的要多写字，不要一直打电脑啊。对，打久了就会像我这样忘记怎么写。对，好，谢谢各位医师来到我们现场。晚上8点锁定，拜托 ATM 把智慧变现，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再找你，谢谢，张医师，谢谢啊。Battle ATM Who Dares to Battle？ 哦，拜托 ATM， 谁敢来 battle？ 订阅拜托 ATM 的 YouTube 频道，等你来 battle。